所谓内科减重呢，大概分个几个层次哈，一个就是我们第一就是生活形态的改变，第二就是我们能做的东西就是药物治疗，好，那还有包括一些能够跟减重有相关的一些辅助治疗。在生活形态改变上，我们能做的呢，有营养咨询，指导你怎么吃，你吃的东西对不对？那第二点的生活形态改变，就是指导你怎么样去做一些适当的运动。那在医疗上，我们能做的，比方说我们的药物治疗，不管是口服用药，各位可能都听过的瘦针、消脂针。另外呢，有所谓的胃镜减重，包括肉毒减重，那这些是内科减重所属的一个区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诊所有一个我们叫血液净化，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肾脏科的医师，那在血液净化呢，它的原理大概都跟这个洗肾的业务是相关的，所以在台湾，我想没有一个减重诊所是有办法做到这个，那这是我们减重在我们恒家能做的一个项目。血液净化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利用仪器设备帮病人在血液中多余的血脂，我们熟知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透过机器把它移除掉，让这些肥胖的病人的血管的这些造成动脉硬化的这些危险因子可以去除掉，那就如同我们所知道的洗肾的病人，利用洗肾的机器帮病人的毒素、水分把它清除掉。在这种血脂经过血液净化清除掉，怎么样对减重的病患有帮忙？当我们的血液净化帮我们的血脂清除掉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内在脂肪相对的就清除掉了。所以呢，内脏脂肪减掉，其实对这些糖尿病或是这些肥胖的病人，它的共病就减少。那由内脏脂肪减少，其实相对呢，它的外在脂肪，我们看到肥胖，它一并都会改善。内科减重，第一就是我们不用手术嘛，你那个就可以减少一些手术所担心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它的安全性，那手术之后会有赘皮的一些产生，就是我们类似手术之后的蟹足肿。那这个呢，都是我们内科减重不用去担心的地方。我们的内科减重，它不像外科减重一下子就马上见到成效。所以内科减重有内科减重的优势，它是循序渐进的，那对病人来讲，这是非常安全。在内科减重，你说我们的期程会多久？甚至于它的目标在哪里？其实会因每一个族群，或者是病人的体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规划，会牵扯到他所治疗的项目，会跟他的过程时程也有相当大的关系。比方说，如果这个病患他只需要这些生活形态的改变，那积极的去治疗，充其量大概就是5% 的效果可以出来。如果再配合我们的药物治疗，不管你是使用减肥针啊，或是瘦针啊、消脂点滴等等，这些可以增加到10到15% 的减重的效果。那这些期程，我们不希望说病患在短时间内就很快就达到那目标，这样身体负荷上它一定会有它的问题。所以呢，减重是一个长远的过程，那要配合的就是我们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去注意。其实减重它是一个长期抗战那对于我们担心的复胖呢，在这些减重的病患呢，不管你选择是什么，持之以恒的维持，才能够达到你不复胖。比方说，我本来是药物治疗，我慢慢的药物不用了，但是呢，我的生活管控还是继续有。比方说，我还是有饮食注意，我还是有继续在做我的运动。那这些才是我们希望能够持之以恒的做减重的一个模式。那这样子才会说我比较不容易复胖。我们内科不管你是生活形态改变在药物，其实充其量大概10到15% 的体重减轻是它的极限。但是呢，我们用手术减重的话呢，它可以到达20甚至到30% 的一些体重的减轻。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为什么很重要？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患，其实在内科减重的族群里面，你要让糖尿病整个都不用服药，
10到15%的体重减轻很难达到效果，但是手术它减重到20%甚至到30%，它的糖尿病呢是有可能不用吃药的。所以呢，我们在意的是这些肥胖造成的一些慢性共病的一些慢性疾病、代谢疾病的病患，我们怎么样除了内科减重以外的方式，能够让他很积极的，能够很快的减少这些危险因子，甚至于病程变恶化的一个过程。有些时候外科减重是有它的必要性。